当号召发出需要志愿者到地球上转化物质的时候，我们回应了呼唤，为地球宣誓效忠。时间出现之后，我们已经不能以我们全部的天使光体在地球上停留了，需要我们的星际高我投射自己的一小部分，也就是其灵魂精华的一粒星际种子，通过一道金色的光柱送到地球。这部分的灵魂精华需要被捆绑在物质层面，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方法让我们进入稠密的二元对立世界之中。重要的是要记住，我们是自愿接受了这些任务，而且也为这个过程进行了充分的准备，至少是以我们可以做到的方式进行足够的准备，因为它远远超出我们所曾经体验的一切事物。这就是名字为路西法的大天使进行介入的地方。路西法所承担的角色有着太多的恐惧还有误解，现在是时候以更加清晰的视角去理解他所承担的使命了。有很多关于路西法和他的堕落天使军团的故事，撒旦和路西法之间的关系也是模糊不清，尽管圣经从来没有把他们认同为同一个存有，很久以后大家才会知道这些。从那个时候起，路西法的话题总是会带来很多的恐惧和忧虑。现在我们觉醒了，是时候以更加清晰还有宏观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了。在很久很久之前，路西法坐在神之右手的位置，在所有的大天使当中，他是最闪亮、最忠心和最强大的那位。他名字的本意是光之使者。路西法另一个版本名字的翻译是启明星，这暗示着他跟金星之间的连接。要了解他真实的故事，我们必须把时间倒推到时间开始之前，也就是地球上二元对立世界开始之前，也就是我们进入到物质世界之前。自从地球诞生之日起，地球就被一大群特殊的天使守护着，他们的名字叫做守望者。那个时候，地球还是像天堂一般的世界，一切都处于平和之中。那些守望者至今仍然存在，虽然他们的主要工作领域远远超出了地球。重要的是要理解二元对立的出现以及沉降到物质层面，这一切都是与地球的进化蓝图完全校准的。不要把这些看作一种偏离，一切都是计划好的，并且是准备好的。参与的每个人都自愿加入了这场体验，没有人从神圣恩典中分离，也没有人犯下过错，或者是被驱逐出天堂。当二元对立的模板要开始落实的时候，守望者们离开了地球。在星际理事会，志愿者们做着他们最后的准备，因为他们并不是独自的去承担这项艰巨的使命。相反的，那些最强大、最明亮的大天使会跟他们同去，并且去承担那些最有挑战性的任务。萨麦尔，炽天使当中纯洁的象征，选择成为二元对立虚幻世界当中的地狱看守者。因为在二元对立的世界，所有的一切都要有其对立的面向存在，有善必有恶，有天堂必有地狱。守护纯洁的大天使来承担看守地狱的肮脏工作，是最合适不过的了。因为路西法是大天使当中最明亮和最强大的，他志愿承担了最艰巨的任务，也就是转化二元对立当中最稠密的核心黑暗之心，就是与合一断开程度最深的那部分。他这样做是出于对我们所有人的最深刻的爱，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他这样行为的后果。路西法也很清楚，他会被非常严重的误解，而且
在整个进化周期之中，它都会被牢牢地锁在黑暗之心。来自星际的1/3的天使自愿来到了地球，帮助转化物质层面。现在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种方法，把我们灵魂浓缩精华的一粒星际种子推送到物质层面。再一次的，路西法承担起了最可怕的任务，他愿意作为让我们星际种子嵌入二元对立世界存在的第3维度的工具。这种体验对我们来说就像是致命一击，它就像在我们脖子后面插了一把刺刀。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，当它发生的时候，有史以来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了震惊、背叛、遗弃、深刻的悲伤、愤怒，最终还伴随着愧疚感。就这样，我们陷入了深深的遗忘之中。